放去中国选西班牙，如今高铁无法交付，这个欧洲小国现在是后悔莫及哦。话说这个保加利亚那可是欧盟里的穷亲戚，兜里面呢没几个钢镚儿，他们那个铁路系统那破的简直是没法看呀，火车跑起来跟那个老牛拉破车似的，咣当咣当响，就是不往前走。2024年初呢，保加利亚交通部一咬牙一跺脚，决定换车必须换车。这也是个大单子要买20列电动推挽式列车，还要包15年的维修。预算是多少呢？6.1亿欧元，折合人民币那就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时候吧，咱们中国中车青岛四方公司那是世界轨道交通的扛把子带着方案就出来了。哎呦喂，这个方案一亮出来，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第一，价格别的欧洲公司报价都是在6亿欧元上下晃悠，咱们中车直接报了个3亿多，打了个5折还带拐弯。还有这第二技术，保加利亚呢那是山地国家，地形那个复杂跟咱们云贵高原有的一拼。咱们中车在这个云贵那是身经百战造这个车那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儿。还是第三，工期，咱们承诺的交付时间比这个竞争对手快了1倍不止。你若是这个保加利亚交通部的部长，你选谁呢？傻子都知道选中国中车呀。这就好比你去买车，一边是法拉利的性能，50宏光的价格，那另外一边呢是老特勒的性能，劳斯莱斯的价格，你选哪个呀？保加利亚人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心说这是老天爷开眼给我们送福利来了。可是就在这签字画押的节骨眼上，布鲁塞尔那边也就是欧盟总部伸出来一只黑手，啪的一下把这个笔给打掉了。那位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叫什么蒂埃里布雷顿的跳出来哎呦喂，这个人长得就是一副我是贵族我怕谁的模样他指着这个中车的鼻子说，慢着，你车卖这么便宜不对劲儿，肯定是中国政府给你塞钱了，你这是外国补贴，你这是扭曲市场，你这是不正当竞争。嘿，您听听这逻辑这就好比是咱们开饭馆我凭这个手艺好，进货渠道好，一碗炸酱面卖15块钱，量大肉多。隔壁那家法式餐厅呢，一碗面条汤卖80，还难吃。结果工商局来了不说隔壁那家坑人，反过来说我你卖15块钱肯定有问题。你是不是家里面有矿贴钱卖面了？查你罚你，把你赶出去。这叫什么呢？这叫既然我跑不过你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或者是更无赖一点既然我跑不过你我就判定你穿的鞋不符合我的审美标准。中车那是体面人咱不跟你这种无赖纠缠既然你不讲商业规则，只讲这个政治站位那也不伺候了。3月26号中车宣布撤回投标。这一撤吧，那个布雷顿是高兴坏了在这个推特上发文那就一个沾沾自喜说什么这是外国补贴条例的伟大胜利，我们捍卫了欧洲的经济安全。那副嘴脸简直就是堂吉诃德战胜风车还以为自己宰了一条恶龙，殊不知他这一刀下去砍掉的不是中国的订单，而是保加利亚人民的活路。中国中车走了，那布雷顿的乡民还没醒呢，现实的巴掌就扇过来了。谁接盘呢？西班牙的 Togo 公司。那这家公司在这个欧洲吧，它也算是个角儿，但是在咱们眼里那也就是个2把刀。Togo 一看中国大哥走了，立马就挺胸抬头没事儿，保加利亚兄弟这会儿我接了，虽然贵点吧，但咱们是纯正的欧洲血统这是民主的列车，坐着心里面踏实。保加利亚人民心里苦但是没办法，大哥欧盟发话了，只能捏着鼻子认哪怕 Togo 的报价比这个中车高了近1倍，哪怕这个技术参数看着就悬，也得签这就是政治正确的代价花冤枉钱买了个政治合格证。可是吧，好戏才刚刚开始合同签了，锣鼓敲了，保加利亚人天天是盼星星盼月亮，等着这个欧洲之光能跑在自家的铁轨上。结果呢，1个月过去了，2个月过去了，Togo 那边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保加利亚交通部急了去催，西班牙兄弟，车呢？图纸呢？你哪怕给我个螺丝钉看也行Togo 是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来了个经典的欧式摆烂。我也想造可是原材料涨价了供应链断了你们保加利亚这个路况太复杂了，这个坡度太陡了，我们的车爬不上去。最后是到了2024年的4月
涛狗彻底是装不下去了，给这个保加利亚发了个函，中心思想吧，就一句话：臣妾做不到啊！什么情况？这就是那个布雷顿吹嘘的欧洲工业实力啊！保加利亚交通部长当时看了那份无法交付的通知啊，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高铁黄了，钱那可是欧盟拨下来的款项和这个保加利亚纳税人的血汗钱啊！这就跟扔进这个多瑙河里打水漂一样，连个响都没听见。那些原本指望这个新车到了能去城里面打工的保加利亚年轻人，那些盼着铁路修通了能把这个农产品运出去的老农民，他们的希望全被欧盟那帮高高在上的官僚给掐灭了。各位，你以为这只是保加利亚一家的倒霉事吗？错，大错特错。这现在是整个欧洲的通病啊，叫什么恐华症并发工业肌无力。这帮欧洲老爷们儿啊，还没有从这个几百年前日不落帝国的迷梦里醒过来呢。他们总觉得吧，我是贵族啊，我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中国的那都是山寨的，那是低端的。可是现在呢，现在世界的工业版图早就变了天了呀。咱们看隔壁那个本来想装大爷的英国，还记得新克利角 C 核电站吗？当年咱们中国广核集团那是带着技术带着钱带着诚意去的，结果这个英国人也是听了美国人的谗言，觉得哎呀，让中国去这核电站不安全啊，万一他们在里面装个按钮把我们的电给断了怎么办呢？于是呢，硬生生的把中企给踢出去了，找了谁呢？找了他们的老邻居法国电力公司。结果怎么样呢？这简直就是保加利亚高铁的 Plus 版灾难片儿。法国人接手后呢，那个预算是蹭蹭的往上涨，工期呢是嗖嗖的往后推，原本说好的几十亿英镑呢，现在飙升到了460亿英镑，那是4000多亿人民币啊。工期呢，最新的说法是拖到2031年。英国人现在看着那个还在挖坑的工地啊，肠子都悔青了。要是当初让这个中国接着干，现在灯泡估计都亮了好几年了。这就是现在欧洲的现状呢。一边呢是防着中国，像防贼一样，生怕中国的技术优势把他们的脸打肿；一边呢自己又不争气啊，工业空心化，工人呢是动不动就罢工喝咖啡。他们试图用这个政治墙把中国挡在外面，以为这样呢就能保护自己家的工业，殊不知这根本就不是保护，这是温室效应，把自家的企业关在温室里，没有竞争，没有压力，最后养出来的全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豆芽菜。涛狗造不出车，是因为他们笨吗？不全是，是因为他们没有了中国那个极其高效、极其完备的供应链支撑。那欧洲的制造业吧，它就像一个断了腿的巨人，除了嘴硬哪儿都去不了。他们离不开中国的零件，离不开中国的原材料，甚至离不开中国的工程师。可是他们偏偏要装出一副我能行的样子，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那这场闹剧里最可恨的是谁？是那个叫布雷顿的。最可怜的是谁呢？是保加利亚的老百姓。布雷顿在这个布鲁塞尔的办公室里那是吹着暖气，喝着红酒，享受着驱逐中国带来的政治资本。他根本就不在乎保加利亚人是不是还要坐那个漏风的破火车。在他眼里保加利亚呢不过是个棋子，是为了展示欧盟团结和强硬的一个耗材。只要能恶心一下中国哪怕是牺牲掉保加利亚未来10年的交易发展，他也是在所不惜啊。而保加利亚呢，这个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的国家呢，只能看着那个破旧的铁轨发呆。他们失去了最好的产品，失去了最低的价格，失去了最快的工期。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得到是欧盟的一句口头表扬：好孩子啊，你为了咱们欧盟的价值观受苦啦。这个表扬能当饭吃吗？能当车坐吗？这就叫轻工业是老爷们儿的，断头饭是老百姓吃的。那个西班牙的涛狗公司吧，虽然丢了人，但是人家也没赔钱啊。反正这个合同那是不可抗力，拍拍屁股就走了，回西班牙晒太阳去了。中车呢也没有伤筋动骨转身就去了巴西，去了东南亚，去了沙特，那里的客户抢着要呢。巴西人说了我们不管什么补贴不补贴，我们要的是车好便宜跑得快。结果呢，巴西的轻轨跑起来了，沙特的高铁跑起来了，亚湾高铁那是成了东南亚的金字招牌。只有这个保加利亚拿着欧盟发的贞洁牌坊在这个寒风中瑟瑟发抖每当他们的火车晚点抛锚，每当老百姓在这个站台上冻得跺脚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起2024年那个春天呢？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能硬气点，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能说一句我们要实惠不要主义，
也许现在他们已经坐上了时速200公里的中国动车，吹着空调，连着 WiFi， 看着窗外多瑙河的美景了。这个事吧，说到底啊，就是西方那套政治正确玩脱了。他们把这个什么经济问题政治化，把这个商业问题意识形态化。他们以为呢，这是在给中国下套，其实是在给自己挖坑。这个保加利亚的高铁黄了，这只是个开始啊！以后啊，这种事在欧洲还得更多。只要他们一天不放下那个傲慢的架子，只要他们一天不正视中国崛起的现实，他们就得接着吃断头饭，接着喝那杯苦的掉渣的政治正确的毒酒。咱们呢，就在这看着中车的列车在世界各地飞驰，看着欧洲的老爷车在铁轨上趴窝。到时候啊，别怪咱们没提醒过，那是你自己把财神爷关在门外的，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行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